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兜兜。迦南学院的长老们和寒风带来的黑角域强者陷入混战，想要捡漏的萧炎意外暴露了自己的身形。范劳看到萧炎被青火包裹的身体，双眼血红，他没想到自己一直没有找到的杀子凶手竟然躲在内院。范劳冲着萧炎爆射而去，嘴里喊着：“小杂种，你可是让我好找，给我儿子陪葬去吧！”响彻天际的咆哮声让萧炎浑身一颤，急忙转过头，看到范劳的身影，萧炎心中一阵惊愕，背后双翼急速震动，想要将他甩开。在躲开范劳的血红劲气后，萧炎怒骂范劳下手真狠。他的实力毕竟和范劳差得太多，即使有飞行斗技，也很快就被范劳追了上来。范劳出现在萧炎的头顶，手中的血色能量狠狠地砸了下去。危急时刻，萧炎使出3000雷动，范劳砸中的是他的残影。范劳认出了萧炎，施展的是3000雷动。他突然笑了起来，充满怨毒地说：“等他擒住萧炎，会将他养成血奴，提供最新鲜的血液，不然都对不起他死去的儿子。”萧炎眼神阴冷地说：“老狗，你来试试看。”范劳被萧炎一口一个老狗叫得暴跳如雷，血色斗气在他周身形成万千血丝。范劳与萧炎的对峙引起了远处无数内院学员的注意，在他们眼中，萧炎为学院挺身而出，分担了一名强敌。不少人对萧炎心生敬佩，在下面大喊着为萧炎助威。萧炎看到他们脸上的狂热和尊崇后，顿时有些无语。如果不是被范劳发现了，他早就跑得远远的。范劳说他会让萧炎的声望扫地，随后手掌猛地一挥，铺天盖地的血色能量丝几乎将萧炎躲避的空间完全覆盖。萧炎深吸了一口气，召唤出青莲地心火包裹身体。青色火焰一出现，范劳的脸色就十分难看。他自然能看出萧炎的火焰是异火，好在萧炎自身的实力与他相差太大，并没有让他感到慌乱。范劳将包裹着萧炎的血丝绕成一个血球网，片刻后，他手中凝聚出一把血色长枪，对着血球网中的萧炎爆射而去。不过，就在血色长枪即将射进血球网中，一道稚嫩的声音在天空响起，说：“老家伙，斗皇强者与斗灵战斗，你也不害臊吗？”紫妍的身影陡然出现在血球网外，一拳头挥出一个空气炮，与血色长枪碰撞在一起。范劳丝毫不把紫妍这个小孩子放在眼中，就在他准备再次动手的时候，林秀雅和柳琴出现在紫妍身旁。柳琴看向正在努力化解血丝囚牢的萧炎，眼中有一丝淡淡的敬佩，说：“内院大难可并非是你一人之事。”林秀雅让萧炎先解决自己的麻烦，他们来拖一下范劳。萧炎错愕地看着紫妍三人，随后让他们给自己3分钟时间。范劳怪笑着说：“就凭你们这3个斗王，想要拖住我？”紫妍嫌他废话太多，率先对着范劳出手。望着朝自己爆射而来的3人，范劳屈指一弹，3条血蛇扑向他们。紫妍一拳就解决了面前的血蛇，腰肢一扭，小腿狠狠地对着范劳的脑袋踢去。范劳不敢轻视紫妍，血色能量在他身旁凝成一道能量罩。他挨了紫妍几拳，虽然大部分力量被假意隔绝，但残余的劲力依旧将他的身形震得急速后退。在众目睽睽之下，被一个小女孩打得如此狼狈，让范劳的脸色越加阴沉和愤怒。一股浓郁的血气从范劳的体内暴涌而出，他凝聚出一只足有2丈庞大的血手印，对着紫妍狠狠拍了下来。就在紫妍小脸一变的时候，柳琴带着他的长枪与血手印轰击在一起，血手印被打散。就在范劳失神的瞬间，林秀雅的攻击直奔范劳头顶。虽然林秀雅偷袭的出人意料，但毕竟实力差距摆在那里，范劳很快就化解了这一击，还一个血手印将林秀雅打成重伤。就在柳琴也即将被血手印击中的刹那，紫妍出现，一拳砸向血手印，血海翻腾，范劳施展出嗜血印攻击他们。紫妍将柳琴震远了一些后，转身一拳接下这道攻击。这一击让紫妍脚步急速后退。就在范劳再来一掌即将砸在紫妍身体上的时候，一道雷鸣声响起，萧炎如鬼魅般出现在紫妍的面前，随手一挥，青色火焰轻易地将血手印挡了下来。望着萧炎这随手一击，柳琴、林秀雅乃至地面上的无数学员一脸震惊。之后萧炎的话更是让他们的震惊变成惊骇。萧炎说范劳对一个小女孩下这般毒手，叫你老狗果然没辱没你。天空上的萧炎散发出一股丝毫不弱于范劳的气势，这股不逊色于斗皇级别的强横气息引来了一道道目光。等看到气息的源头是迦南学院的人后，黑角域的强者脸色十分难看，苏谦和虎钳则十分惊喜。在这种势均力敌的情况下，多出一个斗皇强者很有可能会决定战斗最后的胜负。
韩风的目光不断扫向萧炎所在的方向，不知为何，他从这个青年的身上感受到一种很熟悉的感觉。苦思无果的他扫了一眼正与苏谦对战的金银二老。金银二老联手虽然能与斗宗对战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定然会落入下风。到时候苏谦一旦分出神来，就麻烦了。韩风眼神逐渐变冷，召唤出自己的海心焰。萧炎这边，他笑着让紫妍和柳琴退开。紫妍满脸惊讶地问萧炎吃了什么丹药，怎么变得这么强了？萧炎笑着扯了扯紫妍的马尾辫，说哪有这么强的丹药。随后再次让紫妍带柳琴和林秀雅下去，这里交给他就好。紫妍离开前，让萧炎帮他找回场子，要狠揍范劳一顿才行。见萧炎答应，紫妍便带着他们火速离开。范劳没想到萧炎竟然还有这种底牌，难怪他的灵儿会栽在他的手中。萧炎盯着范劳的目光缓缓变冷，既然范劳是在黑角域中混，就该知道在那里生命是何等的廉价，人杀就杀了，谁还管他的身份？别说是你的儿子，就算是你这个喜欢人血的老狗，死了也没人惦记。范劳嘴上虽然说着萧炎一个毛头小子没资格这般和他说话，但实际上心里十分警惕，因为功法的原因，他的斗气偏向阴寒，而异火正好最是克他。范劳袖袍一挥，足有几丈宽大的火海将他的身形隐藏住。萧炎屈指一弹，铺天盖地的青色火焰席卷而出。在青色火焰席卷天际的时候，韩风盯着萧炎的眼中难掩震惊。他没想到萧炎这么小的年纪就能拥有异火，想到自己为了得到海心焰付出的代价，韩风的心中十分嫉妒，又觉得一日之内见到2种异火不虚此行。若是能将这2种异火都弄到手，到时候就算迦南学院那个老不死的真的回来，也拿他无可奈何。此刻的萧炎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被韩风盯上了，范劳的血海被异火克制，想到自己要是输给了萧炎这个乳臭未干的小子，日后怕是会被黑角域的那些家伙笑死。范劳施展出血变，血海顿时彻底消散，而他也出现在萧炎的面前。施展出血变的范劳，不论是气势还是速度，都比先前强上许多。不过仅仅只是这样还不够，看到萧炎的微笑，范劳被气得怒吼：小杂种，今日我范劳不将你碎尸万段，剥骨抽筋的话，还不如当场自刎。范劳的话音一落，萧炎立刻说：那你还是去死吧，老狗。萧炎将范劳气得施展出了地阶斗技大雪扑噬。在大雪扑噬凝聚的时候，萧炎的脸色逐渐变得凝重，他缓缓抬起手中的玄重尺，一股股清火斗气从体内暴涌而出。萧炎施展出焰分噬浪尺对上大雪扑噬，惊天大爆炸轰然响起，周围几百米都被能量风暴摧毁成一片废墟。长老们望着风暴散去后的内院，嘴角忍不住抽搐。这种情况再来几次，根本就不需要陨落心炎爆发，内院就会被彻底摧毁。范劳见大雪扑噬没起什么作用，便想要拖延时间。虽然他不知道萧炎使用了什么秘法提升实力，但一般这种情况都会有时间限制。不过他想拖延，萧炎却不会给他这个机会。在萧炎疯狂的追杀下，范劳终于落败。他呵斥萧炎，难道想赶尽杀绝？范劳这话太过可笑。萧炎嘲讽了一番，就想下杀手的时候，他突然使用秘法蒸发体内的血液，爆发出萧炎都望尘莫及的速度，躲开了他的致命攻击。萧炎没想到这一击被范劳逃了过去，但他不相信范劳有那么多血来蒸发。就在他准备再次对范劳动手时，陨落心炎再度突破了封印他的能量罩。苏谦看到陨落心炎再次突破封印，便不再理会黑角域的强者，而是将内院的长老集结，准备结阵，想要再次将他封印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豆豆就讲到这里啦。如果喜欢豆豆的视频，欢迎点击订阅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